巴以新一轮冲突仍在持续发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布林肯介绍了正在访问中东的情况，以及美方对当前巴以冲突的立场。王毅表示，巴以冲突不断升级，面临失控风险。中方反对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谴责一切违反国际法的做法。中方认为，维护自身安全不能以伤害无辜平民为代价，军事手段没有出路，以暴易暴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对于具体做法，王毅指出，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降温，避免加剧人道主义灾难，遵守国际人道法，开辟人道救援通道，支持联合国凝聚国际共识，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他还提到，大国在处理国际地区热点问题时，应坚持客观公正，保持冷静克制，带头遵守国际法。在10月14号应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王毅再次强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巴以双方和平共处。没有阿拉伯和以色列两个民族的和解，就没有中东和平。中方呼吁尽快召开国际和会，推动达成广泛共识。就连美国媒体也承认，与美国偏向以色列的立场相比，中方的和平建议不具备任何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立场是基于解决冲突的国际共识。是在尽最大可能呼吁巴以冲突中的各方展开对话。前驻沙特和埃及大使、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斯科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中国可以利用与巴以高层接洽的契机，做双方工作，为实现巴以双方综合可持续的安全做贡献。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根本的就是巴勒斯坦人要有自己的国家，有独立的主权的一个国家。只有这样，巴勒斯坦问题才真正能够得到解决。这样的话，才真正实现这个巴勒斯坦国跟以色列能够和平共处。中国也是，就是一直是坚持这样的一个立场和主张的，积极往前推。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是呼吁，一个是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包括主张呢能够召开范围更广的、更有这个影响力的这样的国际会议，推动中东问题的这样的解决，有国际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参与，来支持这个两国方案的实施。中方已经一再表明态度，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在于尽快恢复真正的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的正当权利。所以想请教一下马先生，中国中东政策和美国中东政策的根本区别点究竟在哪里？中国的这个政策呢，就是讲这个是非曲折，讲情理法，就是依据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啊，公正啊、持久的啊这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美国呢，基本上是首先啊以这个保护或者是这个迁就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为主，然后才是考虑适当的照顾一些国际舆论，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表示点关心啊，不能再忍。那么在凡是冲突爆发的时候，中国首先说当务之急就是劝谈这个停火啊，不要扩大这个人道主义这个灾难啊，那么让双方冷静。而美国呢就说好，那一冲突，那以色列他打以色列，以色列你就该打，以色列有权反击，以色列打住再说。这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中东问题的这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大的差异。我们也看到呢，冲突发生之后呢，各方高度关注中方的表态，甚至有所施压，告诉中国该怎么说怎么做。我想这是白费劲儿，怎么说怎么做，中国人自有主见。不过呢，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真的这么重要吗？马先生，在西方看来，到以色列看来是可以对巴勒斯坦施加影响的，恰恰是中国跟阿拉伯国家关系普遍非常好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现在那么盯着中国啊，甚至倒逼中国表态。但是中国一直有中国的原则，我觉得王毅主任也好，最近翟俊特使也好，他们做了很多的表态，强调生命的可贵，强调和为贵。不管你什么起因，打起来了，先停火，先冷静，先止战，然后再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中国影响力啊，是明显是比过去都有所提高。但是说白了，说1000道1万，巴以问题最终啊，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还要靠巴以自己来解决。以色列呢，他通过几十年的这种历史啊，他非常知道实力改变一切。这个在中东
如果只有产生羊跟狮子两种动物的时候，我宁可做狮子，这是以色列逻辑啊，因为他这个民族千百年的经历就是这样啊，强权即真理，所以呢，他想通过这种方式，逐步的就是造既成事实，迫使巴勒斯坦的空间越来越小，迫使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的困境越来越难，最后导致巴勒斯坦人逐步离开这土地，使得犹太人通过定居点的扩大啊，通过这种非法的力量兼并，逐步把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完全变成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民族的一个地盘。如果巴勒斯坦要建国的话，它需要那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它需要收回一部分它的失地。那么以色列现在政府越来越右翼的这种情况下，他根本不愿意放弃说耶路撒冷的任何一块地方，他一直坚持耶路撒冷作为圣城的完整性不可分割。而且那么多土地上有那么多的犹太定居者，而且犹太定居者在以色列政坛的影响力其实这些年是在稳步上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他没有办法去做出这种建立两国所必须要做出的让步。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呢都刚刚经历过一波创伤之后，可能两方面呢再去谈这个两国方案呢，可能这个阻力呢会更大。那么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补充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在于实际上不只是两国方案很难推进，其实一国方案同样是很难推进的，而且一国方案其实最积极反对的反而是以色列，因为如果是一国的话，就意味着说他要去肩负起安抚、安置管控这个这么大规模的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困境。也有说法说啊，哈马斯其实是以色列一手炮制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马先生能为我们梳理一下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吗？以色列其实呢，对哈马斯是就像这个拧这个龙头一样，紧的时候拧一拧，松的时候放开，有意识的其实是让哈马斯逐步做强做大，否则哈马斯不可能拿到卡塔尔啊其他国际援助组织给这钱，这钱都要从以色列的银行账户转款的。所以呢，我觉得是留着哈马斯，这是以色列这个几届政府的刻意而为，就是要把巴勒斯坦分而治之。所以两个问题啊，就是您说了，哈马斯呢其实也是以色列用来分裂巴勒斯坦内部的一个棋子吧。但是这一次哈马斯所发动的这次突袭，是否说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战略是失算了，或者说是失败的？这是第一。第二，那么现在呢，以色列方面也放话了，要把哈马斯给连根拔起，这么说了，会这么做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在议会说过的，说留着哈马斯符合以色列的最大利益。当然，经过这次血腥的这种杀戮以后，那么给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震撼。那以色列对整个的巴勒斯坦政策、对哈马斯的政策、对加沙政策，甚至对这个占领政策，可能要做一个重新的思考。那么他现在已经公开首次对哈马斯宣战，以前不是宣战，这次国家整个进入了战争状态，狠狠打击这哈马斯，至少要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但是我认为，从主观愿望上，他还是希望这个哈马斯能活着，哈马斯能能某种程度上乖巧一点，还是希望这个加沙跟约旦河西岸在两支这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两种武装、两面旗领导下处在一个分裂状态，这样的使得以色列呢一直可以有出手的机会。我觉得现在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也没有特别好的选择，就是如果他像之前一样，只是说浅尝辄止，就是其实之前的4次加沙冲突里头，以色列是有2次就是地面部队短暂的曾经进行过地面作战，然后进去了，但是很快就又退了回来，因为他也明白，如果占领加沙，你相当于200多万人的这个治理或者管理的责任你要承担起来，这已经超出以色列现在的国力了，实在不划算，所以他又退出来了。那他退出来以后，他一定需要一支力量，然后帮他来管住这个地方。然后同时，就像那个马老师刚才介绍的，我也很同意，以色列是希望巴勒斯坦保持在一个分裂的状态。这样，如果有人逼他和谈，他说那我跟谁和谈呢？巴勒斯坦自己都还没有统一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我觉得他有可能会采取一种，我尽可能的把哈马斯消灭，我看有没有可能再扶植另外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势力，我维持它的分裂状态，但是我同时又把哈马斯消灭的差不多，我可以向国内有一个交代，说，你看我已经实现了复仇，这个组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在巴以爆发新一轮冲突后，美国一系列拱火局势的举动引发多方批评。10月11号，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再次保证，更多的军事支持正在途中。
而继福特号航母之后，美国又向以色列附近部署了第2艘航母艾森豪威尔号，同时美军还加强了该地区 F-35、F-15、F-16等战机中队的力量。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赶赴中东地区，除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布林肯在中东进行疯狂的外交冲刺。他先后走访了约旦、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埃及，并在约旦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进行会晤。其实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一轮的巴以冲突刚一爆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发推表示支持土耳其提出的停火呼吁，但是很快呢就删除了这条推文。这说明什么？背后是否说明美国对这一冲突的态度也发生过摇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种摇摆的原因又是什么？唐女士，布林肯发这个推文的时候，就是这个冲突才刚刚爆发不久，这其实是美国一个相对来讲更本能的反应。它这个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我不希望中东再出现危机，我不希望中东的危机再扩大化，我不希望我再一次被陷在中东里头，又变成什么失去的10年、20年。这反映出了美国一种心态，他希望中东平静。他希望中东不要出危机来占用我们的精力，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他不希望被分心。但是在这种本能的反应过来以后，美国社会也好，或者美国特别是美国的精英内部也好，马上要形成了一种一致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时候说不要冲突，要去停火，那我相当于把以色列报复的手脚捆住了。这对作为以色列铁后台的美国来讲，这个又是不可想象的，或者很多人反对的。包括那个拜登跟以色列做工作，就有面上说的话，有下面说的话。现在是以色列属于一个愤怒的狮子，这个狮子其实连美国老大哥都得咬。所以我觉得这次呢，这是美国最重要的想法是先安抚以色列，先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没有任何问题。等这个70年之后，他还是依旧把重点移向俄乌冲突前线，移向亚太地区。美国是不想让这一轮的巴以冲突扩散或者升级的。那么这一点呢，和以色列的意图是否是相违背的？美国到底能不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马先生，我觉得这里面美国跟以色列是有默契的，因为以色列本身国家又小，资源也非常有限啊，它不可能同时南北作战。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情况下，只要是黎巴嫩没有派整个部队地面部队进入以色列北方，叙利亚也根本没有打以色列这个意思。伊朗第一时间要把自己摘清，美国也说没有证据，也不希望把它扩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想拉美国下水，美国也不会下水。这一点呢，美国应该是把底牌给交得很清楚的啊。所以呢，当然这个战事究竟怎么演变，我们还可以观望。因为一旦美国真是要动手的话，那整个阿拉伯国家已经包括跟以色列已经关系正常化6个国家态度可能要发生变化。那整个的战场的形势、地缘的形势、国际关系形势。那完全乱了，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以色列的意思。再看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呢，实际上他们俩一直是非常微妙，也是一直有这种明争暗斗的。一方面呢，对于美国来说呢，当然他一方面把以色列看成是他的一个盟友，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美国把他看成是自己介入中东事务的一种代理人。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呢，美国呢不仅是一个可以抱的大腿，而且也是一个他希望能够绑架的这样一种或者说打引号的绑架的这样的一股强大的一个超级大国力量。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有什么牌可以让美国拉下水呢？第一个牌就是拿人质牌，就是说我们的人质那么不仅仅是包括以色列人，当然还有很多美国人，所以你要下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说这个冲突不仅仅是巴以冲突而已，它可能背后实际上是某种代理人战争。此前呢，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到底行得通行不通？巴以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究竟只是给美国的中东战略造成一定的困扰，还是说会迫使美国改弦更张？唐女士怎么看？美国总是想离开中东，但是中东总是时不时又把美国拖回去。这新一轮冲突，我觉得会给美国中东政策、中东战略造成非常明显的干扰。因为特别我们看拜登上台以来，他在中东最关注的其实主要是2件事情：整合盟友以及遏制伊朗。这2件事情都有可能受到巴以冲突一个比较明显的干扰。整合盟友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缓和，它至少是要终止、是要暂停的。然后伊朗呢，因为其实伊朗在巴以问题，它一直姿态很高的，就像马老师说过，其实伊朗非常愿意就是说
巴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然后伊朗又向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姿态很高，这样可能会改善伊朗的地区处境。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巴以冲突爆发，拜登政府的2大政策目标其实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干扰。但是这种干扰确实还没有办法说让美国就是改弦更张，就是回到对中东那种超大规模、超强度投入的那种轨道上，因为它的收缩和后撤是既定的，就是美国可能会回顾，但是它不会回来。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国际社会一度缺乏动力。那么，经过这一轮的巴以冲突之后，是否有可能产生新的转机？当前应该阻遏冲突的扩大升级，尤其是要避免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长远来看呢，巴勒斯坦人民的公平与正义也必须得到落实。那么，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有效的行动呢？现在就劝以色列手下留情，你要尤其不能伤害平民，尤其要开放加沙的人道主义通道，你让加沙老百姓得有水喝，得有电用，起码得有粮食，这是最基本的。那么再往后就是看以色列怎么对待加沙啊！你如果没有大的伤亡，但是你要迟迟占着加沙，控制加沙，回到一个被占领状态，那你根据国际法，你就要承担占领当局的法律责任道义责任，对吧？人道主义责任。说到底就是巴方跟乙方能不能这个形成统一的内部的这个一致立场，形成统一的谈判政策。未来呢，即便是国际社会有心去调解巴以的矛盾但是刚刚经历一波大规模创伤的巴方乙方来说，他们都很难做出非常实质性的让步和妥协。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即便是巴以冲突，那么随着时间的推进出现了一波降级但是我想这个巴以乃至是中东上空笼罩着的阴云呢，恐怕还是难以消散。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证明这个公理、公道自在人心，而不是说公理只存在于这个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然后现在这种局面，一方面是说一定要加大的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要减少这个人命的损失。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国际社会一定要认识到解决这个巴勒斯坦问题的紧迫性。不是像就是说只有它变成了冲突，只有它成为了全球所有媒体的头条的时候，我才能感到那种紧迫性，我要去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而是说我要持续的努力，然后去推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这个和谈，然后尽可能去达到一种公正的方案。